被拒绝时，最蠢的做法是看山是山。这种人活得太痛苦，因为他们会把对方的冷脸跟自己的存在感，甚至整个人生价值绑在一起。一次拒绝就能让他们怀疑自己是不是一文不值，情绪像坐云霄飞车，翻来覆去折磨自己。他们把别人的态度当成了衡量自己的标尺，活得像个提线木偶，别人一拉线，他们就崩溃。被拒绝时，中等的策略是看山不是山。停在这个层次的人，至少明白一件事，对方甩出来的拒绝理由十有八九是扯淡。但他们的问题是，明白归明白，却管不住自己的脑子。要么开始脑补对方真正的意图，胡思乱想一通，觉得自己是不是哪里得罪了人；要么不依不饶地追问，你到底为什么不选我，给我个痛快话。结果呢，对方随便搪塞一句，他们又开始钻牛角尖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内耗得像个永动机。这种人离真正的洒脱还差了108000里。被拒绝时，最顶级的应对是看山还是山。只有真正的高手才能站到这个高度。他们根本不在乎对方拒绝的理由，更不会浪费1秒钟去纠结，因为他们心里面清，对方80%是碍于面子，胡乱编了个借口。不管这借口听起来多天衣无缝，归根结底就一句话，我就是不喜欢你。或者说，对方对你的好感还没强到愿意为你跨过那些麻烦的坎。所以，真正牛的人面对拒绝干净利落，行就行，不行我换人，绝不拖泥带水，更不会把自己困在情绪的泥潭里。这种智慧不只用在被拒绝的时候，面对别人的接纳也一样适用。那些真正厉害的角色，都是只看行动，不猜人心的狠人。他们早就修炼到了看山还是山的境界，根本不 care 别人的动机。比如，有人对我好，处处护着我，还掏出真金白银砸在我身上。这时候，我才懒得去管对方是真心实意，还是藏着什么小心思。就算这好意是装出来的，那也说明我有让人装的资本。只要这资本还在，这份好就不会断供。更妙的是，比起单纯的真诚，这种局面让我握住了更多的主动权，稳赚不赔，香不香？举个有点扎心的例子，想知道你的父母是不是真心对你好，核心就看2点。第一，他们跟你说话时，嘴里有没有温暖。别信什么刀子嘴豆腐心，那是骗人的鬼话。嘴上刻薄的人，心里绝对藏着尖刀。鼓励的话能让人像打了鸡血，贬低的话能让人瞬间蔫儿，哪句更伤人，你心里没数。语言的力量刻骨铭心，装不了假。第二，他们舍不舍得为你掏钱。赚钱从来不是件轻松事，哪怕对方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，捞钱的时候心里也得提心吊胆。所以，如果你的父母愿意把收入的1半以上砸在你身上，那他们10有8九是真心疼你。真金白银的付出比甜言蜜语更硬核。这套逻辑放大到生活里简直无敌。真正聪明的人从不把时间浪费在揣摩别人的心思上。他们知道人的动机千奇百怪，猜来猜去只会把自己绕晕。与其费尽心思分析对方为什么拒绝我，为什么对我好，不如直接看结果。拒绝了，好，我换条路走。接纳了，行，我先收下好处，至于你心里打什么算盘，关我屁事。这种人活得像开了挂，永远不被情绪绑架，永远占据主动。想想看，现实中有多少人因为一次拒绝就把自己整得像世界末日。被老板否了个提案，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熬夜复盘到天亮。被喜欢的人冷淡2句，就开始怀疑人生，翻聊天记录找自己的罪状。这些人现在看山是山的泥潭里，拿别人的态度惩罚自己，活得有多憋屈。再看看那些中层选手，稍微聪明点，知道拒绝的理由多半不可靠，但他们还是忍不住追根究底，非要搞清楚对方到底怎么想的。结果呢，追问一圈，
对方随便敷衍几句，他们又开始新一轮的自我折磨。这不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纯属找虐。真正的高手从不玩这种低级游戏，他们对拒绝和接纳的态度简单到让人佩服。拒绝我，没关系，说明你没眼光，我去找识货的人。接纳我，很好，我先用着你的资源，至于你图什么，我懒得猜。这种人内心强大到刀枪不入，永远不让别人的选择左右自己的节奏。他们明白，生活就是一场博弈，纠结于别人的心思，只会让自己输得更惨。而看山还是山的智慧，就是他们的王牌，出手即赢。再往深了说，这种思维不只是应对人际关系的神器，更是面对生活各种挑战的终极武器。职场上，多少人因为被上司批评一句，就整夜睡不着，觉得自己要被炒了。他们反复回想上司的语气、表情，恨不得把对方脑子剖开，看看是不是真对自己有意见。但高手从不这样。上司批评 OK， 我改就是了，至于你批评我是因为看我不顺眼，还是单纯工作要求高，我管你呢。结果是我改进了，工作更顺了，奖金到手了，谁还 care 你的真实想法？感情里也一样，多少人因为对方一句我觉得我们不合适，就陷入了无尽的自我否定。他们翻来覆去想，我是不是太无趣了，太粘人了，还是哪里做错了？但真正的情场高手从不浪费时间在这种无意义的自虐上。不合适，行，下一位。我这么优秀，总有人会欣赏，干嘛非在一棵树上吊死？他们知道感情的本质就是匹配，强求不来，散了就散，留下来只会更难受。甚至在更大的场景里，比如创业、投资，这种看山还是山的思维也能让人少走无数弯路。创业被合伙人背刺，普通人可能会气得吐血，翻旧账骂对方忘恩负义，但高手只会冷笑一声，迅速止损，找新伙伴，重新上路。投资亏了，普通人可能懊悔的捶胸顿足，觉得自己命不好，但高手会冷静复盘，总结教训，然后果断投入下一场。他们从不让情绪拖后腿，因为他们知道纠结于为什么会这样，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。说到底，看山还是山是一种极致的理性，也是一种超脱的情商。它让你从情绪的泥潭里抽身，站在更高的维度看问题。被拒绝也好，被接纳也罢，别人怎么对你，归根结底是别人的选择，而你唯一能控制的是自己的反应。高手从不把主动权交给别人，他们用行动定义自己的人生。被拒绝了，不代表你不行，只是对方没眼光；被接纳了，也不代表你高枕无忧，关键是你能从这份接纳里榨出多少价值。这种思维乍看冷血，实则高效。它让你摆脱无谓的内耗，把有限的精力用在刀刃上。生活不是用来纠结的，而是用来做的。每一次拒绝都是通往更好选择的路标，每一次接纳都是你攫取资源的机会。真正厉害的人从不问为什么，只问接下来怎么办。他们像猎人，冷静果断，永远锁定目标，绝不被杂音干扰。最后再回到父母那个例子，为什么说看行动比猜心思更可靠？因为行动是硬通货，心思是虚的。嘴上说爱你，但说话总夹枪带棒，动不动贬低你，这种爱你敢要？反过来，哪怕对方话不多，但愿意把血汗钱掏出来给你花，这种付出比甜言蜜语更真。同样的逻辑放大到朋友、伴侣、合作伙伴，全都适用。别管对方嘴上怎么说，看他做了什么。行动是唯一的真相，其他都是噪音。所以面对拒绝和接纳，学着做个看山还是山的狠人吧。别纠结，别内耗，别浪费时间猜别人的心思。被拒绝了，拍拍屁股走人，下一站更精彩。被接纳了，抓住机会榨干价值，别管对方图什么。生活是场硬仗，
情绪多余，行动未亡。用看山还是山的智慧，活得干脆，赢得到底。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灯塔，我们下期见。